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Bruce 亚洲金融分析。今天要讲解的是港股涡轮。作者分享的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，不代表任何立场。本文不构成邀约、招揽、邀请、推荐、建议买卖任何投资产品或投资决策之依据。好，第一，涡轮的定义。涡轮又称认股证，是一种衍生性金融产品，流行于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市场，是一种非标准期权，赋予投资者在特定日期以特定价格买入或卖出相关资产的权利，而并非义务。相关资产可以是股票，可以是恒生指数，可以是外汇，可以是商品。本文仅讲解港股涡轮。好，我们以一张图为例。2024年3月26日至5月24日，港股00700腾讯正股级认购、认沽、涡轮的走势。可以看到，正股涨幅高达52.25%，但是认购涡轮涨幅更猛，259.23%的涨幅，实际杠杆高达4.96倍。认沽轮就比较惨了，跌幅95.48%，实际杠杆为负的1.83。由于涡轮的非线性，如果同时买入同样金额两者涡轮，做多波动率可以实现盈利。接下来讲涡轮的几个重要变量。第一，行使价。以25292腾讯认购涡轮为例，截至2024年6月7日香港时间下午4点，腾讯00700收盘价为374.8港元。关于行使价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这张涡轮的行使价是430.2元，以后也不会变。由于正股的股价低于行使价，所以这是一张虚值期权。那么正股的股价越低于行使价，杠杆则越高。可以看到，此时有效杠杆高达11.5倍，杠杆比率高达52.06倍。然后第二，正股价格越低于行使价，敏感度及 delta 越低。敏感度除此之外还与到期日有关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变量，最后交易日和到期日。个人投资人仅考虑最后交易日，因为不会考虑去行权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只讨论最后交易日。一般来说，最后交易日会比到期日要早上1个月左右。当前时间距离最后交易日越近，则涡轮的杠杆越高。此时这张涡轮的有效杠杆高达11.5倍。第二，当前时间距离最后交易日越近，且正股价格远低于行使价时，则敏感度越低。但是如果正股价格高于行使价时，敏感度反而越高。说到这儿可能有点绕道了，不过后面会讲如何选择涡轮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量，换股比率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换股的比例为100。换股比例越大，则涡轮价格越低，但注意是价格而不是价值。第二，对于投机交易影响不大。好，最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，买卖价差和成交额。我们以25292和24665两张腾讯的认购涡轮为例。一般来说，作为投机交易者，我们仅选择交易额最大的涡轮进行买卖。可以看到，左侧成交额为87.2万，为87.200万，成交额较大，其买一和卖一的价差仅为0.001港元。但是右侧成交额为0的一张涡轮，它的买一和卖一的价差来到了0.009港元，将近1分钱。大家不要看这个1分钱不多啊，这里的换股比例高达500，以及每手需要买5万股，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价差就显得非常的大了。好，第二，市场中会有一些专业的机器人专门买卖定错价的涡轮，但是由于90%订单都是由专业机构进行挂单持单，这种机会即使出现，也不是个人交易员能够把握的。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专门去想买到定错价的涡轮上哦。好，最后我们会来讲涡轮选择的策略。第一点，在我们选择计划持仓时间5倍左右的涡轮，例如你计划持仓这个涡轮1个月，那么就选择最后交易日大于5个月的涡轮。例如现在是2024年的6月，我们假如说继续看多某一只股票，
计划持仓1个月，那我们就应该选择到11月到12月份到期的涡轮。第二，选择行使价距离当前股价计划涨幅2倍以内的涡轮。例如，当某只股票股价为200港元时，我们计划持仓至220港元止盈。那么选择涡轮的行使价就不能大于240港元。我们再举一个常见的例子，假如说某一只股票的股价为200港元，我们计划持仓至400港元止盈。那么我们选择涡轮的话，它的行使价就不宜大于600港元，甚至500港元，我觉得都是不合适的。好，第三，在选择涡轮时，以成交额和成交量我们进行倒序排序，只交易成交额和成交量大的涡轮，否则会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哦。好，最后感谢观看，祝阁下投资顺利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大方给出阁下手中的关注。如果想要与我交流，欢迎进行留言。如果希望我加速更新，请关注、点赞加留言。你的点赞会让更多投资人关注到我的节目，谢谢。